这大房子100多万，你在杭州想都不敢想。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的新房子。这个房子就是第一眼看到之后，我们说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房子了。Диванчик просто вообще мягкий. В окно смотрит л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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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ля. 秋车是这个房间第一个来参观的，因为这个原房主是卖珠子，这块其实是我最喜欢的，男的最喜欢的地方。别看了，把我和你嫂都馋哭了。没错，兄弟们，我们告别了相处2年的老房子，搬进了梦想的新房子。这个带后院的小房，我和小大山那是足足找了1年，终于有缘遇到了他，被我们捡漏拿下了。事情是这么回事儿，老粉都知道。就在去年这个时候，我和小大就想换个房子了，无奈那个时候房价涨得很厉害，就算我们把现在住的房子都卖了，也不够买到合适的，所以后来就没换。但是在这1年中，我们也没有放弃继续找房。小大家一直梦想着能像老丈母娘家一样，有个带院子的房子，就算是很小很偏它也无所谓。最终我们找到了这个房子，有车库，有小院子，由于在郊区，加上房主急卖，价格也很合适，把我现在的房子和以前的车卖了，不用加1分钱，2000万卢布正好可以平替。其实整个流程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我就怕有什么幺蛾子出现什么问题，所以在最终拍板后我才告诉大家这个消息。这2天老丈母娘家也不能施工，我们就回来把家搬了，顺便也带大家看看新房。看到这箱子吗？我们开始打包了，收拾行李准备搬家了。因为去年吧，我和媳妇就筹划就是看房什么的，就是去年没有合适的，然后最后也就那个告一段落了。今年我们终于是找到了我们心仪的房子，就是上2天突然间就看到这个房子，然后感觉不错，然后价格也合适，然后我们就决定出手了。我们新买这个房子吧，等于说是平替过来的，我们这个楼房的钱，还有那个之前那个车，就是卖掉之后，正好是够这个新买那房子那个费用。因为我媳妇一直喜欢，就是说带一个小院的这样的一个房子，然后这回我们终于是实现了，给我媳妇实现这个愿望了。一会儿等着我们搬家过去的时候，具体我给大家再展示一下。虽说这市区房子就我和小妮子2个人住，不过这东西收拾起来可真不少啊！那箱子是一个接一个装，不少东西吧？妈，老多了。一开始我以为没多少，然后后来收拾收拾，我的妈，那买石头太多了。搬家都这样，以为没多少，越搬越多。对，大车已经打包好这几个箱子了，小秋车也跟过来了。这屋也在收拾呢，各种各样的东西。一会儿过去带大家看看安的新房子。昨天晚上我们半夜回来已经看了，比这个稍微远点吧，就是稍微偏郊区一点，但是就是以距离换舒适度了。搬第一波，已经收拾出来一点了，但是还有不少。妈，第一波就这么多了，但是全拿不了，车装不下。一会儿那个大兄弟过来，他那车大，他帮我装，然后咱先倒过去一波啊。要说到搬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的俄罗斯大兄弟，正好他有大车，可以过来给我帮忙。这等大兄弟开车帮我们把行李运过去，我们也开着车上路了。是，感觉这树变多了，往这边走也不偏的地方对呀。对，就是舒适换路程了。对对对，还有点水。这路感觉就没有那个市里的那个路好走一些。对。给大家看个全景，前面有一个小空地，相当于有个小院，然后车库直接是和房子连在一起的，然后旁边一个2层的小房子，不是很大，算车库才200平，但是这块环境还挺好的，然后这个小房子也挺漂亮的。这房子是个老房子，新装修的，08年的老房子，要不然也不能这么便宜。哦吼，这车库挺大呀！欢迎到我家车库。前面还有个小院，然后从那个邻居共享的，从那个椅子那边是邻居的，然后这边是阿南这个新房子。OK， 兄弟们，这是入户门，这车库嘛，车库，然后这块是入户门，其实，然后这块有个进客厅的入户门，然后往前走。Так,
все, ребята, начинаем наш раунд-тур. Я все рассказываю и показываю. Короче, вот когда мы вот так вот заходим, сразу у нас налево будет лестница. Здесь у нас гардероб, большое окно. Тут большой телевизор с подсветочкой. Опа, опа, подсветочку включили, тут все светится, телевизор большой. Диванчик просто супер, вообще мягкий. Это как облачко с добровольчества, лежишь, ты кайфуешь, телевизор смотришь. Так, все. 我媳妇老开心了，我的妈呀！ Кухня классная, с большим огромным окном, как я всегда мечтала. Это просто, это мечта каждой девушки, когда она стоит, так поет посуду, в окно смотрит, л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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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ля, и все видно там. Здесь духовка вместе с микроволновкой, посудомойка, вот, посуду мыть, чик-чик. И холодильник просто огромный. Кстати, китайский хайер. Вау, тут целое куча места, можно все сюда поставить. Самое, короче, в этом доме классное, самое, что больше всего мне нравится и что меня больше всего удивило. Смотрите! Это свой кинотеатр! 这是一 Пойдем, 个 пойдем, 地下 пойдем. 室， Вот, 这是个副一层， Заходите. 有个影音室。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е, свой кинотеатр есть. Вот эта штучка опускается, вот здесь садишься и можно кино смотреть. Вот так. Большой-большой гардероб. 然后这个影音室再往里走的话，就是一个那个衣帽间。 Вообще очень большой. Мне места здесь хватит. Если честно, у меня сейчас вещей много,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меня муж китаец, и я там с Китая заказываю классные вещи, и у меня их, конечно, много. Целый шкаф для одной обуви. Это так классно, это так удобно, я прям так хотела. А здесь большой диван. Можно лежать. 他们几个已经那什么了，享受到了。 Ладно, пойдем дальше. 走吧， Побежали. 往上走。 Так, теперь пойдем на второй этаж. Поднимаемся по нашей крутой лестнице. 现在我们上2楼，2楼是2个房间。 Ой, тут вообще, ребята, просто very good. Заходим. Это наша комната тихая. Вот. 这是我们的主卧。 С огромной кроватью, как мы видим. Телевизор и еще одно окно есть. Потом пойдем дальше. Ну, это будет место для нас, для девочек. Здесь у нас душевая большая. 这是一个卫浴。 Вся сантехника очень качественная, очень хорошая. Мне прям очень нравится. 这个房主装修这个房的时候投了不少钱，能感觉到。然后这些门什么都是实木的门，特别特别结实。然后这是一个儿童房，就这个大房子里面就是2个住人的房间。 秋车是这个房间第一个来参观的， Прикольно. 暂时是够用的。然后如果说不够用的话，就是后面一会儿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桑拿房，桑拿房可以那个建闭出来一个房间。这个我不喜欢。因为这个原房主是卖珠子，对，原房主他是有卖猪场， 所以这是他的情节，他的吉祥物。对对对，坏掉。再给大家来个特写，一个大猪头。 Ну дайте, пойдемте дальше. 啊，这还有呢， Сердце нашего дома покажем. 没错，兄弟们，接下来就是整个小别墅我最喜欢的一个空间了。 Это наша маленькая территория. 然后这是一个后院，就是房主8年多没住了，然后就长草了。后院的面积还可以，也是够用的。然后这一块是一个桑拿房，然后这块是一个烧烤用的那个烤炉和炉子。然后到时候这块洗东西，烤串烧烤，那个灶台可以到时候炖点肉什么的，特别方便。这块其实是我最喜欢的，男的最喜欢的地方。紧接着我们就到了桑拿房里面，让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桑拿房我特别喜欢，一进来是一个大客厅，这就算是一个独栋的一个房子了。哦，当当当当，这是一个大的桑拿房，我的个妈呀，估计能坐个7、8个人吧。然后这是一个那个桑拿房的炉子。 Да. 先пошли。 Это только первая часть этого дома. Вторая часть еще есть. Специально, если в дом приезжает много людей. 这块是浴室，就是那个蒸完桑拿到这块淋个浴，然后这块还有那个桶，到时候往身上一浇，哎，特别舒服。然后这个里面那什么是样样俱全，这个里面还有洗手间、卫生间都有，完全具备住人的条件。这一块是我们那个后院的一个视角，就从这个墙
往这边走是我们的房子，从中间分开了，一半是我的，一半是那个邻居的。别看了，把我和你嫂都馋哭了。这大房子，你真的你太会捡漏了，捡漏就是。不是这大房子100多万。对呀，上一个你在杭州想都不敢想。你上个房子是不是也赚一半？对，上个房子赚一半，然后这个基本上也得赚不少。因为我们是怎么呢？我们也不着急嘛，就是看到好房子就是再出手嘛。就是你越着急这个东西买房子，你越着急它越出错嘛。就别说在咱国内，别说杭州了，在哈尔滨这个价也拿不下来吧？对，好吧，咱继续搬家吧，继续搬家。一个小郊区，但是就是环境好。环境还可以，你看这个到秋天的时候，这个黄倍儿漂亮。对，院子里还有一个小果树，梦中情房啊。因为我和小大沙的各种东西还是挺多的，还有一些大型的家具，大兄弟的面包车也装不过来，所以大兄弟也是帮我们叫来了搬家公司，把大型家具运了过来。最后剩下的一点东西，我们就留到第2天一趟搬走了。Day 2 OK， 兄弟，基本上最后一趟。这家伙这2天倒腾，搬家真累人呢。没搬的时候，感觉屋子里面东西可少了，感觉哎几趟就完事儿了。然后搬起来，我的妈呀，东西太多了。搬完之后回去吃饭，吃大烧烤。最后一车，兄弟们，搬家完事儿。经历了2天的搬运，我们终于是成功的搬进了我们的梦中情房。最后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新房的全貌吧。行了，兄弟们，这搬进了新房，我们也该和这房子告个别了。OK， 兄弟们，基本上搬完了，该搬的，然后剩下的就给下一任房主留下了，电视什么的，微波炉，所有的东西。Все, ребят, мы прощаемся с этой прекрасной квартирой. 2 года здесь были прекрасными, все было хорошо. У нас здесь было много хороших моментов. Спасибо этой квартире, мы пойдем в другой дом. Спасибо этому дому, мы к другому. Вообще, это моя первая квартира в жизни, вот это вот. Мы с тобой, помнишь, снимали однокомнатную квартиру, маленькую. Сколько там квадратов было? Очень мало. А потом приехали, здесь сразу 3 комнаты, большой зал, и мы такие, а сейчас у нас прям уже большой дом есть. Поэтому, да, надо двигаться дальше. Ну все. Пока. 时间过得太快，一晃将近2年过去了。这个小房是我和小大沙在俄罗斯的第1个房子，这里面有了太多的欢乐和真情。今天一别，也就正式和他再见了。但无论今后身处何处，回首过去，我们会一直记得这个梦开始的地方。我愿意承受所有绝望与苦难。如果一切是最好的安排。我说你是中国人？他说是啊。碰老乡呢，碰老乡呢。没错，兄弟们，农家小院盖新房又有新进展了。我们今天又拉来了外援大侄子，这阁楼装上扣板，一下就亮堂多了。
事情是这么回事儿，这不我们刚刚把1楼的地暖安装完成吗？因为要等水泥干透才能继续，所以我们就准备先开始2楼的施工。本来姐夫要接手我们内部装修的，可是前2天安德利又临时有事儿了，说是要9月份之后才能有时间，而且具体时间还未定。考虑到如果9月份之后才开始开工，那今年寒潮来临之前入住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就不能等姐夫了。家里人能干的就家里干，技术活就找新的装修师傅过来。OK， 兄弟们，阿南工程队又开干了。怎么说呢？就是之前我和姐夫已经定好的，就是这个月那个开始干活嘛。姐夫突然间放鸽子，说9月份他才那什么，我等不及了，我等不了他了，临时传了个班子，然后开干。我带着那个蛙鸟，然后还有那个大侄子，我们一起干。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嘛，是不是兄弟们？1、2、3，开干！包工头阿南，副手大侄子，再来一个副手蛙鸟，开干！这个时候的 BGM 古惑仔啊，当当。这楼上是谁来住的呀？这帮人是真能找啊，又入住了。楼下住不了，楼上又入住了。要说这扣板还是想的太简单了，要想扣好扣平整，还真的需要好好规划一下。干了一会儿后，我和我大侄子还有蛙娘就开始头脑风暴，最终也是规划了一个合理的方案。要说大侄子这小子是真不错，头脑灵活，一说就通，干活还卖力，我还是非常欣赏的。为了验证可行性，我们也现场找了装修师傅的视频。在看完视频验证了我们计划的可行性后，我们也是正式开干。我画标还可以，能干成这样已经不错了。反正阁楼本身它的用处就是那啥嘛，就是来人的时候过来住一下，就是基本上都是1楼住人的时候比较多，2楼就简单的装一下就 OK 了。咱弄的吧，肯定没人专业的这好。对，反正阁楼嘛，简单装一下子，具备那个住人条件就 OK。住人的话，这所有的阁楼全做完之后多少钱了？又1万多，1万多。你现在就跟1万多干死了，就干死了已经。对，1万就是1万多，1万就1万多。只要你动点工费，就是那个用工的话，那就1万多，1万多。我说算了，我说这1万多我省下来，我自己弄。他是按照平米算钱的。我寻思那阁楼没多大平，我说按照这么计算的。你说他是按怎么算？按墙面的。按墙面计算的，把墙面的尺寸都量好了，然后加在一起，然后这么算多少平。一开始他们说你知道吗？500卢布1平，后来500卢布1平也还可以，我这刚60几平，6、70平，5、7、35，35000卢布，4万卢布。然后后来他说不是按照你这么算的，是按照整个墙面，就是哪面墙都得量好了之后，然后一共是多少。我说算了，拜拜。这样的你看三个人整的也还行。我带的级别是多少？级别没说。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天塌的高个顶着。对，他这个高啊，我觉得干活真力量。和四哥就不是一个道行，四哥有点肉。不是有点肉，非常肉。聪明的四哥已经戴上口罩了。
这里这个灰尘太大了。简单吃过晚饭后，我们3个臭皮匠又开始开工了。这活是越干越明白，分工是越干越明确。大侄子运材料加测量，弯娘负责切割，我负责上墙。没一会儿就铺设了一大片，这感觉真和俄罗斯方块差不多，太解压了。OK， 今天结束。我们是下午到的是吧？对，下午时候开始的，下午4点嘛。对，4点。现在是晚上9点。晚上9点，5个小时呗。5个小时，看这点就不行。也不少了。其实这东西看着简单，你好东西对，块块得往拼，然后挨个算。你还得要费工麻烦，你还得考虑对齐，对这缝隙变小，角还得拉，挺麻烦的。一开始我感觉这玩意儿挺快的，这一个摞一个就完事儿了，真没那么简单。然后明天我回趟市区，那个大侄子还有娃娘，他俩先弄的。兄弟们，今天晚上结束，然后明天咱们再干。由于我们从市区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这活一天也干不完，剩下的我们就留到第2天再继续了。OK， 兄弟们，又是干活的一天，然后今天继续干，兄弟们。我之前不说了吗？我说给这那个娃娘还有大侄子，就是一个惊喜，就是我现在去给他们置办惊喜。大侄子吧，我给包红包，然后那个娃娘吧，他一直说想买个自行车，然后我一会儿那个叫阿廖沙带我去给娃娘买个自行车，挑一个就是性能比较好一点的。因为我要和2哥一起去城里给4哥买个小礼物，所以我也是和他们说要去城里办点事，让大侄子和4哥先干这活。2哥带我给娃娘买自行车来了，呵，我的个妈，价格挺贵的，一个自行车2万多，就这几辆，没有选择性。俗话说货比三家，这我们对比了好几家店，最后也是找到一家价格和车质量都还不错的店铺，而且没想到老板还给了我一个意外惊喜。Вот этот вообще 18500, но скидочку сделали. Вот такое, например, литье. Оно будет всего 16,5. OK， 兄弟们，买完了自行车。刚才买自行车的时候，老板还是中国人，挺好，然后给我的便宜。没错，兄弟们，没想到除了买个自行车都能遇到咱们中国同胞，而且老板也是非常客气。原先16000多卢布的自行车，老板直接给了我们批发价1万卢布，都快便宜一半了，那是给我感动的稀里哗啦，以至于都忘记拍摄了。这等我和2哥把车买回，我们也是先把车放在了2哥家，等晚上干完活，再给4哥一个惊喜。这我出去了小半天，没想到4哥和大侄子的工作效率也是杠杠的。等我回来一看，这扣板已经涂了不少了，我也立马加入了战斗。进度还挺快的，一上午，这战争墙快弄出来了。可能细节上没有那么完美，主要是大家也都不是那种专业的工人，能弄成这样，感觉已经很不错了。阿南在做客厅的，4哥和阿南一直在做客厅的。这活干的给阿南都干不说话了，这活就是太细活，太繁琐了，一块一块的，边边角角太多。对，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它这个板儿是纯实木的，就一点别的东西都没有，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打在屏幕上，没有甲醛，零甲醛，纯实木。这个小屋都是大侄子自己干的，感觉怎么样，大家？OK， 兄弟们，给大家看看这2天生活。就是大概的图形已经出来了，看看这扣板往上一扣，整个房间立马变了一个样。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不跟大家说了吗？说给他们2个人准备个惊喜，所以说现在我去给他们准备惊喜，然后一会儿让他说先别走，干完活先别走。这个哼哈二酱还是挺靠谱的。对，啊，这上面过2天烧不烧油啊？
上面都肯定要刷单。对，都刷那种油哈。对，防护这种。一刷那油就更漂亮了。对，因为时间也不早了，今天的活就干到这里，接下来就是四哥送惊喜的环节。这个真是还有点渊源呢。一开始我去各个商店去买，都18000、2万卢布。因为我知道我在那个市区里面买过，都是12000、13000，这样的，我感觉有点贵。我说那去看其他的吧，正好看一个小市场，售货员跟我说啊，这个车16000，然后不大会儿过来一个亚洲面孔，我说你是中国人吗？他说是啊，我说这碰老乡呢，然后我俩聊了一会儿之后，我说那这个车多少钱？他说咱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同胞，然后给你我的拿货价格，1万卢布到手。那个老乡不知道你是做自媒体的是吧？不是，不知道啊。给咱中国同胞点赞。对呀，给咱中国同胞点赞，真是这样。走吧，老乡见老乡，内汪汪。给大侄子的红包。这两天他们也辛苦了。阿莎，я сегодня возьму сюрприз сделаю. Сначала Ваня. Сейчас подожди, Ваня здесь стоит. 晚上有点懵。哦。晚娘的梦想。Все, смотри, даже с этим. Петь будешь Кока-Колу? Да, петь будешь. МБТшный? Или чай ставить. Поздравляю. Круто. Это мой подарок тебе. Незначительно. Ты хоть прокатись, ты хоть прокатись. Да, конечно, нравится. Ты только не расколоти как тот, ладно? Все, давай, от бедра, как я тебя учил, от бедра. 让四哥骑一圈。Цветочек. Будешь кататься на водогон? 哦，加速了。我现在给大侄子包红包。那80。Спасибо. Пожалуйста. Все, Вань, я себе пойду такой же сейчас куплю. Это сюрприз для вас. Что как У меня прям важное настроение. А у меня тоже поднялось прям. под конец рабочего дня. Че, поедем пить дальше? Я купить дальше. Пилите дальше, вот пошел. Велосипед на велосипеде будешь залетать. 四哥就是很久以前就特别想要自行车，趁着这次机会，我说送给他自行车，挺好。Бывает просто до магазина-то надо вот съездить, а бывает то, что мопед разряженный. Или там до друга чик Ну, съездить. что удобно. Но летом вообще удобно. И погулять можно. Да, покататься можно. Покатаешься.是这么回事儿，这不前段时间二哥家的车库被暴风雨给浇塌了吗？二哥就计划着自己盖一个新车库，不过是按照老丈人家的传统，纯手工传出了一个。就这工程量，对于一个人来说那是非常巨大的。看着二哥这么辛苦，这几天老丈人家的大活也没有开工，阿南施工队果断入场，今天就带着娃娘和大婶子过来帮工。OK， 兄弟们。
阿南工程队已经开干了，我又把那个大侄子还有那个娃娘叫过来，我一起帮着二哥盖这个车库。今天准备把钢筋绑了，然后这个挡板什么都弄好，然后正好这2天有点时间，然后让他们大家一起过来帮二哥把这个车库整了。人多力量大，快，干就完了，兄弟们。没错，兄弟们，前几天我们还是3个臭皮匠组合，今天我们的组合又壮大了，和二哥一起组成西伯利亚爱弗士。这陪兄弟们看完流星雨，咱们也要正式开始忙活了。这喝完饮料， Тебе тебе ломно надо делать, да? Внутри. Да, это я буду руками снимать лопатой. Вот это полностью. Да. Просто смысл тут опал. Да, вот просто вот так туда пойдет туда и все. 他说那啥，这面高嘛，到时候这块就不用弄那个挡板了，然后这块打完水泥之后，这块地势高全得弄平了嘛，要不这样的车咋平啊？不平了。这面地势太高，那边地势太低，我都不知道到时候它这个水泥都怎么往里填，就是相差的差距太大了。这块得高出个小半米。一开始我以为他得拿沙子垫的差不多呢。垫差不多，然后和他这个主房吧齐平了。然后他二哥干活跟老丈人似的，就比较糙嘛。他说那个无所谓，就低点低点。二哥说咋干我就咋干了。对，二哥的车库咱得跟着二哥走。对对对，其实二哥俺聊这也算是继承了老丈人的优良传统了。作为俄罗斯汉子，在家里的活能自己动手就绝对不吵吵。就算是车库这么大的工程，也要自己亲自动手盖出来。咱也不说糙不糙、精不精致，主打的就是一个能用就行。自己做还要求啥？这一点还真得到了老丈人的真传。但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个地步已经是非常难得了。二哥也算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大暖男了。挡板就算完成了呗。暂时算完成了，但是他还没超平呢，他得超平呢。就是具体他想把水泥打到哪个高度啊？啊，明白了。他这边如果低的话，就再往上加板是吧？对对对，这块低的话就往上加板。现在我喝个多少一杯？3个月，那个也是一小路吃。在做60的。行。我在刚看了，我这个。这个找平真是个技术活啊，既得有技术，还得有耐心。搭这个隔板还是挺快的，就目前在找平拉线儿，然后就可以绑钢筋了。但是二哥家这个地势实在是凹凸不平，上面高的不得了，然后下面低的不得了，导致他们就是梁的有拆，拆的有梁，这都重复好几遍了。因为车库很大，我们要找平的区域也很大，我们几个非专业人士也是找了平，平了找，裁了建，建了拆，忙活了一下午，终于是把框架确定好了，接下来就要开始绑钢筋了。这是他们今天打地基用的那个钢筋，安南说这个叫什么塑料钢筋，是一种比较廉价、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建筑材料，我也是第一次见。哎，都不是卷的，特别长，放在二哥家院子里，这么长啊！塑料钢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我的天哪！就那种塑料硬塑的钢筋，你知道吧？这是最便宜的建材。我刚才问二哥，我说放这个行吗？他说没事，就放这个。你看，跟钢筋的形状是一样的。这是不是他之前盖房子剩的呀？对，就是他之前盖房剩的。嗯，就是硬塑，
这里面一点铁丝都没有，就是一个硬塑料。那是硬的。你走。开始绑钢筋，豆腐渣工程，真的，我第一次见就是用这个塑料钢筋，塑料钢筋，这能结实吗？在这人家我问二哥，二哥说没问题，嘎嘎不用。因为咱之前也没用过这塑料钢筋，对这材料的结实程度也不了解。不过二哥既然说没问题，咱们也就选择相信二哥。Давайте. Сначала отрезать, а потом оплатить. 你这感觉真有点包工头的感觉了。你咋整？雇主给你提好要求，对，然后你和小工一起干。Ну, хотя мы вот это каждый 10 штук отрезать. Где-то таких надо тратить. Ну, 10, пока 10 штук вот это, 10 вот это. 20 что, так вот что ли? Да, каждый 20 штук. Хотя и сказала, мы так и делали, но... А че? Пока хотя 20 штук сделали каждый. По 20 каждый. Да. Че, иди вон, иди будем. — 因为今天时间也不早了，在帮二哥拧完几组钢筋后，也到了晚饭的时间点，所以我们西伯利亚爱弗斯今天的工作也就到这结束了。 Ну, в общем, друзья, план работы сегодня выполнен такой. Сделали опалубку, все выставили, горизонт. Сейчас все сделали. И сейчас начали уже вязать армопояс. Закругляются, в принципе, вяжем арматуру. Ну, думал, что все быстро, оказалось, а вот все не так все просто. Как-то так вот. Ребята помогли, спасибо, спасибо ребятам. 今天反正怎么说呢，整的那个水泥挡板嘛，水泥挡板之后，然后把那个钢筋按照段都已经那啥了，都已经切割好了。然后现在他那个绑那个钢筋呢，钢筋架子。 估计钢筋是一个慢活，其他的像这种挡板啥的，今天全部都整完了。然后怎么说呢？就是我们那边吧，有活我们就干自己活，在装修房子。然后要是那边活少的话，就过来帮二哥整。反正这个二哥这个活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估计得干一段时间。我觉得最少10天20天的，差不多吧。得，这还得建房盖乱七八糟的，像木头房子。 就是像大积木好建，像这种水泥房子和水泥沫和水泥沫或者这个那它这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大砖头挺长的，然后这个玩意儿吧还挺沉的，因为我知道这玩意儿，我该地窖的时候帮我老沉了，然后一个个还得整直了磨直了，反正就是。 我们那边没啥活的话，我们几个就过来帮忙；要有活的话，然后我们就干自己活。然后今天二哥说的累了，然后就这样。行，那你这样，我们也这样，我们也干不了了。他停工，所以说兄弟们今天就这样吧，然后明天咱继续干。 行了，兄弟们，今天的车库盖到这里也算是接近尾声了。整体来说，进度还是很可以的。如果这些活二哥自己干，没个2、3天是不可能完成的。后续只要有时间，我就会过来帮忙的，帮助二哥一起把这个小车库建起来。也非常感谢大家对二哥一家的支持，让他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3个孩子有了整牙资金，二哥的新车库也提上了日程。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大家对二哥一家的支持与帮助。再次替二哥感谢大家。行了，兄弟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见。